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平乱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出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呀！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1、2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，常便便急的佳话。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应元
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啊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玄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此书本君苦心编撰千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十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
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哎，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枝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鄙视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业暗害，触犯天条，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呢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3天2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谁啊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
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哦，怎么样？我赢了，喝酒喝酒，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喝。咦，来，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，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，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拂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9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
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。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嗯。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。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仙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唉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银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烦请从速通传。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您酒气深重，这般不胜杯勺，恐怕有违帝尊对您恬淡客气、秉玉绝缘的期望啊。今夜抓捕奸细，审讯多时没有结果，本君无法安睡，这才小酌了几杯。我将天庭的兵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仍然觉得不太稳妥。本想着明日早晨奏禀帝尊。帝君思虑周全。先是陶子气刚刚在此来函，帝尊又得知了浅元宫一宫长室谋逆通敌之事，忧心难眠，因而传唤。这几日宫中来了几只灵雀，正在房上筑巢。看来当帝君也没有什么滋味儿，还是当小仙来得快乐一些。你此去需万事谨慎。魔界暴乱无休，天庭兵防调整，为的是有备无患。日后如何，尚未可知。我们是一同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兄弟，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要我说，天牢里那几个谋逆的仙官和贼子都是硬骨头，他们若不肯招，杀了便是。我提着他们的人头丢到魔界去，这虚实才算是探得彻底。若真有万一，这天庭也算是师出有名啊！啊？很好笑吗？桓钦，创世之战时你冲动鲁莽，老是顶撞帝尊。这些年我还以为你改了性子，没想到你还是如此强硬。要是你这么冲动鲁莽下去的话，我怎么放心你下界？应渊君这般为我考虑，若让天庭里的仙子仙娥们听到了，一定又要心里面编排我了。参见帝君，参见冀都星君。是你？帝君未雨绸缪，调整天庭布防，披香殿这样的闲置公寓也能得到恩惠，增派防守，实在是帝君眷顾。披香殿，你何时对看戏听曲感兴趣了？宫中仙士说我郁郁寡欢，无趣得很。正好，该寻一些正常的兴趣爱好了。也好，你松法些，下面的小仙才敢快活。我还要回宫收拾一下下界的行囊，先行一步了。怀钦，
凡事谋定而后动，若有异常，先发信回天，再做计划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走了。冰锥刺骨入髓，反复无休，凄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玄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元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。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：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期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无人可解，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。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闲棋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？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
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通宵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雨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击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一次看懂万物凋零，而后轨迹都偏向你。望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，但你为我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生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浮云皱皱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
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，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衍虚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衍虚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看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掌事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落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芷溪知错，知错，那就捧着它，跪足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严旦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严旦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旦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
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天医馆不让我们去探伤，和宫仙士心里忧急，只能将这仙灵挂上，寄托祝福。帝君若是能听到延续天宫传来的铃声，便知我们的心意。颜淡，你也挂一个吧。帝君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天医说，帝君伤势关乎三界安宁，除了帝尊，其他人无权知晓。可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我们受他照拂，与他朝夕相处，同喜共悲。如今他在天医馆，难道我们去上个药、去递个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若毒发入骨，神之界恶，与妖魔又有何异？三界与我同入掌中之物，如今就连一丧命之处都难以寻觉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应元君，颜淡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批封我还没有还呢，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转月球。颜淡，对不起，今日若与你相染回宫，来日命丧，你更要伤心。日后世上再无清离帝君应援，无人能护你了。肝肝再开人厮守。我是延续天宫的仙士颜淡，我知道帝尊已经下旨，不允许天医泄露帝君的半点伤情，可我愿意入天医馆，在帝君身边侍疾，麻烦您传达一声，帝君知道以后肯定会答应的。侍疾治伤，是我天医馆各医官的职责，何须假借你手？回吧，若有消息，帝尊自会下旨告知。帝君回天以后，我们既见不到他，也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。延续天宫和宫仙士心急如焚，哪怕今日抗旨不遵，我也要见他一面。你来晚了，印渊帝君刚辞别了帝尊，下界散心去了。
如今各宫的仙君也已陆续回宫，没空搭理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啊！仙君，北冥仙君也回来了，他也在战场，一定知道应元君的伤势。严丹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请天医！好，不必了。随军天医早已做了论断，就算是勉力开出药方，只能使他的痛苦更加久而已。仙君不是驾驭先手，只是在后方指挥吗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他们中了魔军的埋伏，本帅赶到之时，仙君早已没了仙灵，受了魔界的噬魂剑，剑力入骨，神魂皆失，周身就像有无数毒虫跳动般的痛苦，估计活不了了。仙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尽管说吧。给我一个解脱，杀了我吧！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。对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傅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雨墨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我一声师傅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你疯了，雨墨！你干嘛？林丹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傅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1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严丹，是我是严丹仙君，是我。于梦，快呀，快点儿！你是师傅，师傅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傅，你是九旗。不吃，不吃。
42、5寒。山君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山君，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我会如您所愿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让我这片龙里永远陪着你。山君。君生上古，祭天立极，而今为万世开太平。上神天极子虚赵圣帝君，月极赤夷湾云帝君，元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桓清及北冥仙君，允没魔族贼子之手，吾痛心疾首，涕泪连连，追封冀都星君与北冥仙君，享上神哀荣。赐葬于神官陵之中，与圣灵先烈共存。此忠此诚，永世继承，不忘而报。为帝英灵，来兴来阁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，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。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，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这个梦离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渊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六界和平。
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，让颜淡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，让颜淡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2，成为6届第1话本大家，创世英雄传夺魁，芷溪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4，番归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，6界和平，应渊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，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如若垮了，瑶池7个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。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有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柱。若此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6界之主，天帝做这6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2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3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6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意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6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渊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平和生而为魔，就要矮你们仙族一头；平和我等魔族，就要受你等管辖；
凭何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？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，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。先祖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先祖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。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惩戒。仙神2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这郡主何等高大！你用真身炼金救父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重则元神俱灭。如墨，他凤你也跟着凤，他好歹是个4眼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条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颜淡一起。天塌下来了，由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，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连药坑一起扛！还有小安静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在玄藏，再修天机。还去！下界潜伏多日，想与应渊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等着今日瓮中捉鳖。你与4大帝君向来竹爱分透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
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去吧。明差，叶忘川河对岸究竟有多远？心有执念，则无边无际；放下了，却也不过一步之遥。我已经走了10万步，每一步我都告诉我自己马上就要忘记了，可是到现在，我始终都没能忘记。自我当差以来，见过忘记前尘最久之人，不过短短7日。苦主可先在客栈住下，多试几日，便可度过。我真的能度过吗？这身旧衣该如何处置？都损坏了，不如送去焚元炉烧了吧。去吧。是。要不请为天一来看看？帝君的伤势情法，怕是不好让人看见。那该如何？帝君先例四散，难道我们要坐视不管吗？帝尊。你们这几日好生看护帝君，暴寒之后切莫沾染炎火之气，否则精气错纵，轻则昏睡100年，重则零碎命运，凶险万分，务必当心。是，多谢帝尊出手相救。无来过之事，不必告诉帝君了。
见帝君。你是不是烧错东西了？没有啊，里面都是破损之物。帝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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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君呢？帝君跳进焚元炉里了。帝君，不可以沾染炎火。帝君，不可。焚元炉的火是不可熄灭的。帝君，帝君，帝君，帝君。帝君，精气溃空，元灵聚散。帝君，您方才好不容易才恢复一些仙力，这如今，帝君，跟我们回宫吧。我去请天医。不必，我现在遭受的，那是我自己该还的。延续天宫。天界人心向往，于我而言，那不过是牢笼一座。我活了这万千年，从未有过这么开心的回忆。从今日起，我自请离宫。再不是清理帝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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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君。帝君。以往总是你点灯相守，如今换我守你。应元君，你之前答应我的，
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便跟我一起赏花，不许食言啊！你不敢承认的，可我偏要让你记住，你欠了我一份情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叶忘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掉。此时此刻，你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吧？哼！严丹，别走，严丹！我欠你的，还不起。疯了吗？你想暴露九旗的身份？你看，那灯还亮着，应渊一定在此。严旦为他剜心跳桥，命悬一线，他却独居于此，清闲自在。如此寡情寡义之人，你要如何忍他？并非如此。严旦在上天刑台之前，帝君为他找来了免责天书。帝君他从未想过要伤害严旦。如此高高在上的帝君，随便他赏些什么，我们便要感恩戴德吗？别忘了，是他逼严旦上了天刑台。帝君若真是个虚伪小人，又怎会违反天条，跳桥去找严旦？你看看你手腕印记，生死场九死一生，就凭严旦的仙法，怎会无事？一定是帝君救下了严旦。你看，这水里的是莲种，是帝君在为严旦种莲。这痛分为许多种，你以为相隔两界，力不能及是痛，他移情复恨，再不能还，难道就不是痛？他与你并无分别，收手吧。严旦既被帝君所救，现在应该已经过了燕王川，去了凡界。如今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想办法下界去寻找严旦，并非在此惹祸上身，被困在玄心崖。若不是他负了严旦，严旦又何须如此呢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现在便去找下界之法，我必要救他。玄心崖，北冥老头赠。偃虚天宫，小人帝君赠。爱的礼物，最疼我的姐姐赠。为姐姐尽先接刘备。严旦也想保护芷溪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严旦。
姐姐错了，你回来。